加價搶購美的空調，董明珠終於承認格力落後了。美的在歐洲爆單了，一台官方售價800歐元的便攜式空調一度被炒到了2000歐，20萬台新貨正緊急運往歐洲補貨。而正當美的憑借這款爆品在歐洲瘋狂收割紅利時，另一家空調巨頭卻在經歷陣痛。董明珠罕見承認格力在海外市場掉隊了。你在上面看到的是幾天前在珠海召開的2025年股東會的場景，董明珠端坐在主席台中間位置，雖然他嘴上講今天不主要回答股東的提問，只是專門幹補充的事兒，但這座次無疑暗示了他仍然是這次大會的主角。熟悉董明珠的人都知道，他對自家空調的自信已經到了有點自負的程度，可能在他眼裡格力空調就是天下第一，且不接受任何反駁。但在股東詢問歐洲高溫下格力的出海規劃時，他卻坦言，實話實說，我們今年做得不好，銷售渠道變革迫在眉睫。翻看格力、美的兩家2025年的財報，格力在海外市場的弱勢一目了然。2025年格力總營收1704億，海外273億元，海外銷售佔比僅佔16%。反觀美的，2025年海外營收達到1959億，海外銷售佔比高達42%。當然，有人可能會反駁，格力是一家專注於空調的企業，美的什麼家電都造，用單品去和全品類比不公平。首先，近幾年格力也在向全品類擴張，陸續推出了冰箱、電飯煲、洗衣機，只不過銷售情況一般，還撐不起增長的重擔。其次，海外佔比是不看絕对值的，42%對16%的懸殊比例足以說明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兩家家電巨頭如此大的海外差距？數據背後的本質是兩個企業在產品思維模式與出海模式選擇上存在巨大差異。以美的在歐洲一機難求的便攜式空調為例，從硬技術角度來說，便攜式空調沒有什麼難度，格力一定造出來。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是美的率先造出來了，格力卻沒有？因為格力沒有深度了解過歐洲消費者的需求，沒有用用戶思維去推動產品的研發。企業內部推崇工程師文化，不是說工程師文化不好，但是在技術水平差不多，產品迭代速度如此快的今天，用戶思維能夠更快的抓住市場，吃到第一波紅利。過去中國家電出海一般是改插頭和電壓就往外賣，純出口導向，但這種模式在空調上走不通。歐洲消費者不裝空調，壓根不是價格或技術問題，而是疊加了環保、保護古建築、社區治理在內的社會性問題。想要解決這類問題，只有扎根當地才行。美的在德國的斯圖加特與意大利的米蘭分別設立了產品工程與設計中心，他們沒有在實驗室裡憋技術，而在逐字逐句的研究歐洲法律條文。便攜式空調的誕生，幾乎每一個細節都是對着歐洲法規卡 bug。比如歐洲法規認定傳統分體式空調是冷暖工程，必須有持證工程師的操作，人工費動輒幾百上千歐。便攜式空調設置了一個可以直接掛在窗台上的專用支架，這玩意兒可以被定義為放置在支架上的可移動家電，完美規避了暖通工程的建築禁令，也不需要物業鄰居的同意，用戶買回家花20分鐘就能自己裝上。再比如法國法規規定，含制冷劑超過2公斤的設備必須由專業人士定期檢查。便攜式空調出廠時，把制冷劑的灌注量死卡在了1.99公斤，就差这0.01公斤，硬生生把一個工程設備降為成了免檢的普通家電。還有德國環保法規要求，夜間電器運行噪音絕不能超過35分貝，便攜式空調的睡眠模式的運行噪音剛好調教在極其精準的35分貝。這種本土化研發才是中企出海的降維打擊。當別的企業還在卷能效比時，美的在卷當地的建築法和環保法。格力呢，2年前出了一款玫瑰空調，引發全網吐槽。換做有用戶思維的公司，早就默默下架不做了。但是格力一直不放棄。剛披露的數據是，發布至今賣出了5萬多台。從這個舉動可以看出，格力似乎在有意與網友較勁。你們不是說我空調醜賣不掉嗎？我非要證明它能成功，而且還很受歡迎。格力空調的品質毋庸置疑，但是在於當代消費者，尤其是90後、00後的溝通上，還需下功夫。少一些我教用戶選空調的工程師文化，多一些傾聽消費者需求的用戶思維。美的與格力在出海方面第二個重大誤區是出海模式的不同。众所周知，格力能夠在國內大殺四方，除了品質過硬外，還靠區域銷售公司加大經銷商壓貨的模式。經銷商和格力深度綁定，单季打款壓貨，旺季瘋狂出貨。這套平移到海外，尤其是歐洲，立刻水土不服。歐洲空調銷售渠道高度集中化，有幾個大型頭部商超壟斷，誰會像中國省代那樣，為了所謂的品牌忠誠度，在淡季壓幾個億的庫存？當格力試圖用國內的模式去管控海外經銷商時，直接失效。所以董明珠才會做出了海外渠道改革迫在眉睫的論斷。而且格力所謂的出海，大部分是指貼牌出海，給歐美品牌做代工，沒有品牌溢價，自然利潤微薄。反觀美的在銷售渠道上收購了歐洲老牌家電 TECA， 買的是什麼？買的就是歐洲本土现成能用的分銷渠道和倉儲物流。這樣一來，美的的品牌能直接接觸到歐洲消費者，不會再被中間商賺差價。如果格力能像美的一樣將海外銷售佔比提升至40%，那才是真正的讓世界愛上中國造。否則外國人都接觸不到你的產品，怎麼才能愛上？